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学这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如何聪明的购买标准普尔500指数。那我会教你如何避开美国的30%的股息税，以及不用缴交美国的遗产税哦，让你可以使用最低成本、最省税的方法来持有标准普尔500指数。那首先呢，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标准普尔500指数。那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是追踪美国最大的500家上市企业，那这500家公司大概就占据美国整体股票市值80%的份额，所以如果你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差不多就等于是你拥有了美国整体的股市。那在过去20年它的绩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表格，它在过去20年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 10.35%， 那如果是过去10年的话呢，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13% 左右。那这边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算法，假设我们第一年投资100万，那它的年均报酬率是 10% 的话，那第二年就会有110万，那第3年呢就会来到121万，依此类推，它是一个次方的方式进行计算的，所以第10年的时候呢，我们的100万就会变成261万，20年的时候呢会变成677万，那30年的时候呢更是会来到1758万哦。那标准普尔500指数它的绩效在这些共同基金当中呢又表现得如何呢？那这边可以看到，如果是以大型股来看的话，标准普尔500指数如果你投资20年，它大概可以战胜 92% 的共同基金，就是那些非常厉害的华尔街的经理人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厉害的操盘手，他们很会选股，很会选一些大型公司，但是呢你只要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你就放着，你就可以赢过 92% 的共同基金经理人哦。那这个胜率呢只是单纯的报酬，是还没有加入一些成本的费用，如果成本的费用加进来的话呢，那胜率会更高。因为指数型的 ETF 像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ETF， 它的一个内扣费用都是非常的低的，那如果是共同基金的话呢，它的内扣费用动辄都是 1% 以上，所以呢成本加进来的话呢，你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你的胜率甚至可以高达 95% 以上哦。好，那既然标准普尔500指数是一个这么不错的一个指数，那到底要怎么投资呢？那如果你想要直接去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你可以去投资 CFD， 也就是差价合约，但是呢 CFD 它的一个持有成本是非常的高的，它是每天都会计费的，所以呢我是不建议大家去投资 CFD， 我们更常见的是使用 ETF 或者是基金的方式呢去持有标准普尔500指数这500家公司的股票。那这些基金呢就会购买这500家公司的股票，并且会在每年固定时间呢进行重新的一个筛选，将不符合的股票呢给剔除，然后呢将新的股票给纳入进来。那这些基金他们的投资目标就是要完美复制指数的表现。但是我这边想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些共同基金或者这些 ETF 它真的能100%复制指数的表现吗？那这边答案肯定是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些基金他们是有持有的成本，像是他们的内扣费用，以及它会被美国政府去课征股息税，所以呢我们这些基金真正能拿到的报酬肯定是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给我们的报酬。但是呢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减少这些消耗这些持有的成本。那要如何去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基金，可以拿到最完整的市场绩效，缴最少的税，然后留最多的遗产给子孙呢？那这边呢我就会教大家如何去挑选。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介绍6档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基金，也就是 ETF。 那这6档呢包含是台湾的，还有美国的以及爱尔兰的 ETF。 首先的话呢，我们先介绍台湾的 ETF。 那台湾的话呢就是元大的 S&P 500指数，那它的基金注册地就是在台湾，它的股票代号是00646，那它的上市日期是在2025年的12月25号。那其他3档的话呢则是美国，它的注册地是在美国，分别是 SPY、IVV 跟 VOO。那这3档 ETF 呢，我们常常把它称为美国的吉祥三宝，因为只要你说投资美国的 ETF， 大家应该一开始都会想到这3档 ETF。 而且呢这3档 ETF 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前3档 ETF 哦。那其中有一档 ETF 它也是最早的标准普尔500指数 ETF 就是 SPY 它的上市日期是在1993年的1月22号。
那接下来的话呢，另外2档是爱尔兰的 ETF， 分别是 CSPX 跟 VUSD。那如果你要购买这2档 ETF， 就要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才可以买到这2档 ETF。你可以使用我们台湾的副委托，或者是像是使用美股券商、盈透证券，都可以买得到。那这2档 ETF 它们上市日期大概就是落在2010年左右。那在美股的价格方面，最便宜的就是00646，它是只要56块台币就可以购入了。那如果是 SPY、IBV 跟 VOO， 大概是落在$550到$600之间。那爱尔兰这2档 ETF 分别是$637跟$113。那这边大家不用担心，这些 ETF 看起来好像非常难入手，随便一股都是万把块台币，大家不用担心，因为美股券商可以使用零股进行交易，其实你只要几百块台币也可以买到这些 ETF。那在基金规模方面，美国的吉祥三宝他们的基金规模是来到了$6000亿，是全球前3大的 ETF。那如果是我们台湾的，只有$9亿。那如果是爱尔兰的呢？爱尔兰这2档 ETF CSPX 它是来到了$1132亿，是全球前20大的 ETF。那 VUSD 则是来到了$448亿，是全球前50大的 ETF。那再来是股息配发方面，我们台湾的这一档 ETF 00646，它是属于会配息的 ETF， 但是呢，它过去都没有配息。我们可以看00646的公开说明书，它这边有写到，主要来自于指数成分企业发放之现金股利，累积一段时间之后，做成每次收益分配，决定并确认配息金额后进行收益分配。所以说呢，这档 ETF 它可以进行配息，只是呢，在过去这几年，他们最终决定都是不配息，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累积型的 ETF。 那什么是累积型的 ETF？ 什么是配息型的 ETF？ 那配息型的 ETF 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嘛，就是 ETF 它拿到这些成分股的股息之后呢，它会将这些股息配发给我们这些持有基金的人，这就是配息型的 ETF。 那什么是累积型的 ETF？ 累积型的 ETF 就是这些 ETF 他们成分股配发股息之后呢，这些 ETF 他们不会将这些股息配给我们投资人，他会将这些股息直接纳入 ETF 的净值当中。那 ETF 的股价会跟着 ETF 的净值走，所以呢，只要这些 ETF 将他们的配息自动纳入他们的净值当中，那它的股价自然就会上升了，就像是它帮我们进行自动的股息再投资哦。那这些 ETF SPY、IBV 跟 VOO 全部都是属于配息型的 ETF， 那它们的殖利率大概是落在 1.2% 到 1.3% 之间。那爱尔兰的 ETF VUSD 它也是一档配息型的 ETF， 它的殖利率大概是 1% 左右。那 CSPX 它则是属于累积型的 ETF， 它是在他们的基金的规则当中就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们不会配息，跟我们00646不一样，00646呢它是会配息，但是呢他们决议他们是不配息的哦。好了，我们介绍完了这6档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ETF， 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挑选，才可以最低成本的进行持有，尽量完整的去复刻指数的表现呢？这边呢我给大家5大重点。第一大重点就是汇率方面，我们一定要去选择美元计价的 ETF。 为什么是美元计价的 ETF？ 因为标准普尔500指数它就是用美元计价的方式呢去编制指数的，所以呢如果你要完美的复制指数的表现，那当然就是要去选择美元计价的 ETF。 所以呢我们这几档 ETF 只有一档 ETF 它是非美元计价的，就是我们台湾的00646，它是新台币计价的。那再来第2个重点就是内扣费用，我们要选择内扣费用越低的越好，这代表说我们持有的成本是越少的。那在内扣费用率方面，2024年00646它的内扣费用是 0.36%， 那如果是美国的 IBV 跟 VOO 则是 0.03%， 那 SPY 则是 0.0945%， 我这边就写 0.09%， 那 CSPX 跟 VUSD 分别都是 0.07%。 那这个内扣费用虽然看起来好像是 IBV 跟 VOO 是最低的，但是呢我们持有成本当然不只有内扣费用，还有一个大家常常会忽略的重点，那就是美国预扣税。如果我们去投资美国的 ETF 或者是美国的股票，那这些 ETF 跟股票配发股息的时候呢，美国政府会预扣 30% 的股息税。所以这部分的话呢，我们也要计算其中。那我们就要先了解 S&P 500指数它历年的殖利率大概是多少。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如果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为止，
标准普尔500指数它历年的殖利率平均大概算是 2% 左右，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计算标准普尔500指数它的历年殖利率是 2%。那我们台湾的00646它持有这些美国的股票嘛，那这些股票配发股息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会被美国政府预扣 30% 的股息预扣税，所以 2% 去乘上 30% 也就会等于 0.6%， 也就是00646它在股息预扣税方面的话呢，它就被扣掉了 0.6%。 那如果是美国的 ETF 呢，像是 VOO、IVV 跟 SPY 也是一样，它也会被扣征 30% 的股息税，所以 2% 去乘上 30% 也是等于 0.6%。 那如果是爱尔兰的 ETF 呢，那因为美国跟爱尔兰是有租税协定的，所以呢爱尔兰的 ETF 只会被扣征 15% 的美股的股息税哦，所以呢 2% 去乘上 15% 也就会等于 0.3%。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如果单纯是看基金的费用跟股息税的方面的话，那台湾的这一档00646它的成本大概就是 0.96%， 那美国的 ETF 像是 VOO 的话，它的成本大概就是 0.63%， 那爱尔兰的 ETF 像是 CSPX 它的成本的方面就是 0.37%，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你可以发现到爱尔兰的 ETF 它的持有的成本是最低的哦。那爱尔兰的 ETF 为什么它的股息税只有 15% 呢？如果你想了解这个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一期影片，我有跟大家分享标准普尔500指数要怎么买才可以最省股息税，那这边就有介绍到爱尔兰的 ETF 为什么它只有 15% 的股息税哦。那我们投资人常常只看到复利的正报酬，但是呢负报酬却把它给忽略掉了，负报酬就是持有成本。那我们直接来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非常的明白。那第一个标的就是 A， 它是标准普尔500指数本指数。那第二个标的就是 B， 它是 0.5% 年度成本的 ETF， 它也是追踪标准普尔500指数，但是它年度成本是 0.5%， 好像是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 VOO。 那第三个标的就是 C， 它也是追踪标准普尔500指数，不过呢它的年度成本是 1%， 就像是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00646。那在初始本金方面，这三个标的他们的初始本金都是100万。那如果投资20年之后呢，20年之后呢A 标的它会有677万，它就是 100% 的本指数嘛。但是呢 B 标的它只剩下608万，它只有指数的 90% 的资产。那 C 标的的话呢，它只有550万，它只剩下指数的 81% 的资产哦。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投资年度费用率是 1% 的 ETF， 那你投资20年，你只能获得80%的指数的绩效哦。那如果是投资40年呢？40年的话呢，标准普尔500指数就会变成4560万。那 B 选项的话呢，它只会剩下3703。那它也只有80%的一个指数的绩效。那 C 选项它只剩下3027万，是最惨的。那它是指数绩效打65折哦。你看指数绩效它是可以来到4560万，那 C 选项呢，它就少了1500多万哦。所以我们在投资方面不能只看到正报酬的复利效应，我们也要看到负报酬的复利效应。你可以看到这年度成本只有 1%，长期下来竟然相差这么的大，所以这也难怪指数教父约翰伯格跟各位投资人讲说，为什么我们要进行指数投资，就是我们要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去进行投资，才可以获得最优异的绩效。这也是为什么指数投资会这么的盛行，因为指数投资就是持有成本可以非常的低。那我们00646它的持有成本真的是蛮高的，只是我们很多人会把它给忽略掉。好，那除了持有成本跟股息税之外，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些所得是要进行报税的。那我们00646呢，它的价差是属于我们国内的所得，因为我们00646它是我们国内的基金，它的价差就是属于我们国内的所得。那我们台湾的国税局对我们台湾境内的基金是不会课征资本利得税，所以呢它的价差是免税的。但是00646如果配息的话，那它的配息是会归类在海外所得，也就是要并入基本所得额当中。如果基本所得额每年超过750万，是要进行课税的哦。好了，这边补充，如果你投资美股要进行海外所得的申报，那我这边有做一期影片，有教大家美股券商要如何去进行海外所得的申报哦。好，那我们回来看其他 ETF， 像是 SPY、IVV、VOO、CSPX 跟 VUSD， 全部
他们不管是配息还是资本利得，全部都是属于海外所得。那这些海外所得，我们就要讲到一个重点，那就是税务递延有没有这个功能。那台湾海外所得的申报是看已实现损益，就像是说，如果你的股息配发到你的账户当中，那这个配发的日期是哪一个年份，那就是要列入那一个年份的海外所得。那如果你卖出股票来实现这些所得，实现这些盈亏的话，你是什么时候卖出的，就是要在那一个年度去列入它的海外所得。所以大家有发现到吗？如果你投资美国的 ETF， 像是 SPY， 它配发了100万的股息给你，结果但是呢，你的股价下跌了100万，也就是说呢，你股息赚100万，但是呢，你价差亏损100万，这样子你的账面看起来好像是损益两平。但是呢，你在台湾政府要报税的时候呢，你要报的是100万的股利所得哦。为什么呢？因为海外的股票，如果你进行买卖的价差，它是归类在海外所得项目当中的其中一项，叫做资产交易所得。那股息收入呢，它是列在海外所得项目当中的其中一项，叫做盈利所得。那财产交易所得跟盈利所得，他们之间的盈亏是不能互相折抵的。所以在这个年份，如果你价差亏了100万，那就是你财产交易所得是亏100万，但是你的盈利所得赚了100万，那你跟台湾政府就要报你有赚100万哦。所以如果你是去投资这些有配发股息的海外 ETF，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优，因为这些 ETF 它只要配发了股息，那你当年度就是要列入海外所得。但是如果你是去投资那一种累积型的 ETF，累积型的 ETF， 它是将这些股息直接纳入基金的净值当中，那就不会产生股息，自然而然就可以做到税务递延的一个功用。那什么时候呢才要列入海外所得呢？就是你将这些股票给卖出去了，你开始去实现你的盈利的那一年，才要开始列入海外所得哦。所以呢，很多有钱人他们就是比较喜欢去投资累积型的 ETF， 因为累积型的 ETF 就是有非常好的税务递延的功用哦。那爱尔兰的 ETF 就有一档 ETF 就是 CSPX， 它就是属于累积型的 ETF。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比较的重点就是美国的遗产税。没错，虽然我们是台湾人，但是呢，如果你是直接去投资美股的 ETF， 你是要缴交美国的遗产税的。美国的遗产税是怎么样计算呢？如果你是美国人，我们先讲一下美国人哦。美国人要缴交美国的遗产税，那他的一个免税额是高达了1399万美元，是差不多 4.2 亿台币。这个免税额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们台湾的遗产税的免税额是多少？1000多万台币。那如果是非美国人去持有美国的资产它会叫做 US Citrus， 那这个美国的资产的免税额是多少？6万，只有6万美元。谁看哦？所以呢，如果你是直接去投资 SPY、IVV、VOO， 我相信大家到我们往生的那个时候，我们投资的这些资产肯定都会超过6万美元。所以呢，你投资这些 ETF， 你要传承给你的子孙，他们都要缴交美国的遗产税。那这个遗产税的税率呢，它是使用累进的税率，就跟我们台湾的综合所得税是一样的，是从 18% 到 40%。给大家看这个表格，你一看就会吓到。如果你的资产是100万美元的话，就会被扣掉34万5800美元的美国的遗产税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如果你的遗产在美国已经被扣征美国的遗产税，那这个税能不能拿来进行扣抵呢？跟我们台湾的遗产税进行扣抵？那答案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看这个遗产以及赠与税法的第11条，这边有提到，被继承人在国外的资产，依财产所在地国法律以纳之遗产税。纳税义务人减负有关证明文件，经审核调查属实者，得自遗产税额当中去进行扣抵。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美国已经交完遗产税了，那我们台湾这边的话呢，就可以进行一个扣抵。只是这些报表跟税务证明文件，你就要找专业的会计师，或者是有那种跨国经验的律师去协助你去进行申请哦。所以呢，坊间有非常多的人推荐我们投资人去购买 VOO、IVV、SPY， 但是呢，他们肯定不会去考虑到美国的这个遗产税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大。当然如果说你只是看你自己，就是我这辈子我就想过爽过好就好，你不想要管子孙他们到底能不能继承你的家产，继承你的遗产，那其实呢
就不要理它嘛，你就只投资 VOIPV、SPY 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你担心说我想要留很多的钱给子孙的话，你就不太应该去投资美国的 SPY、IVV 跟 VOO， 因为它的遗产税真的是课很凶。那如果是我们台湾上市的00646呢？答案是不用课征美国的遗产税。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国税局的公告，它这边有写到，某些已故非美国居民且非美国居民其位于美国的资产需缴纳美国的遗产税。那这边下面有列出3项，像是如果你有美国的房地产，那你往生之后呢，你的美国房地产要被课征美国的遗产税，或者是说你有美国的有形个人资产，那也是一样要被课征美国的遗产税，以及最后一个叫做依照美国法律组织成立的公司的股票，这个部分也要被课征美国的遗产税，好像是美国成立的 ETF 或是美国的股票都要被课征美国的遗产税。那我们台湾的元大00646，虽然它的成分股是美国的股票，但是这一档 ETF 是在我们台湾的法律下成立的，它是由我们元大投信所发明的，并且它不是依照美国的法律设立的公司或者是基金，所以00646它不算是美国的境内资产，就是 US Citus， 那它就不用去缴交美国的遗产税。那另外的爱尔兰的这2档 ETF需要缴交美国的遗产税吗？答案是不用嘛，因为它不是美国境内的资产嘛。那爱尔兰政府会不会课征这些遗产税呢？答案是会，但是呢，它是有条件的。怎样扣呢？首先，爱尔兰政府它要课征遗产税呢，它主要会针对这2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他的资产本身是爱尔兰境内的不动产，或者是爱尔兰境内的资产，它才会课征爱尔兰的遗产税。所以呢，我们不是买爱尔兰的房子嘛，所以呢就不会被课征遗产税。那另外就是被继承人或者是继承人，他们2者都不是爱尔兰的居民的话，那就不会被课征爱尔兰的遗产税。意思就是说，像是我自己如果去持有爱尔兰的 ETF， 那我往生之后呢，我的子孙他也不是爱尔兰人，他在爱尔兰境内也没有房地产，也没有任何的资产的话呢，那这个 ETF 它也不会被课征爱尔兰的遗产税哦。所以在美国遗产税方面，这6档 ETF 就有3档 ETF 是蛮有优势的，就是00646跟 CSPX 跟 VUSD。那我们把它整体综合下来，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一档 ETF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这一档 ETF 就是爱尔兰的 ETF CSPX， 它不只是美元计价的一个 ETF， 再来就是它的费用率跟它的股息税加起来，它的成本是最低的。然后呢，它的所得方面也可以进行一个税务的递延，因为它是属于一档累积型的 ETF。你卖出的时候呢，你才要去报海外所得，你没有卖出，它资产一直增长，你都不用报海外所得。再来就是它的遗产税方面，爱尔兰政府它是不会课征遗产税的。如果我们持有爱尔兰的这档 ETF CSPX， 我们往生之后呢，爱尔兰政府不课税，但是我们台湾政府还是会课税，因为我们台湾政府它是全球，你只要全球有资产，它都会课税，所以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不管是你持有哪一种资产，你台湾的政府都是会课税，课遗产税。那 CSPX 要怎么买呢？我这边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去使用银投证券，或者是说你要使用台湾的副委托。我不知道台湾的副委托会不会让你去购买这档 ETF， 因为每一档副委托每个券商都不一样。但是银透证券是一定可以购买这档 ETF， 你只要申请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权限就可以购买。好像是这个界面就是银透证券它的一个界面，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搜寻 CSPX 是可以找到这一档 ETF 的。那另外一档 ETF VUSD 也是可以找到，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去购买累积型的 ETF 是最好的。好，那如果你想要使用银透证券去购买这2档 ETF 的话呢，你可以先加入我们银透证券的非官方的中文交流区，那你可以先看一下其他用户的使用的体验，再决定要不要使用银透证券来交易股票。那这个社团呢是由我自己创立的，目前呢成员已经超过了6000人。那如果你想要开立 IB 银透证券的账户的话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一期影片的教学，那我教大家如何进行 IB 开户哦。好，那上方资讯的表格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当中。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直接下载。好，那接下来我来进行一个常见的 QA 的回复。首先有人会问说，如果我购买累积型的 ETF， 它没有配息，我是不是就没有现金流了？这样子的话呢，这档 ETF 真的很不值得投资诶。那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好，那我这边会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需要现金流的话呢，你可以使用每年固定提领比例的方式来产生现金流。你可以看我上面这一期影片，我这期影片呢有教大家如何使用提领率的方式来创造一个稳定的退休金。那这个提领率的方式可以让你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可以拿，而且你的资产还会持续的增值抗通膨哦。好，那第二个 QA 就是有人会询问，
IB 银透证券它有一个账户叫做联名账户，就是有2个人去共同持有一个账户。那这个账户能不能规避美国的遗产税呢？那答案是部分可以。因为如果我们开设联名账户，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于资产继承的便利性，你的遗产税还是要缴。那假设有一个夫妻去持有了一个联名账户，丈夫不幸往生了，那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老婆，她就可以直接去取得该资产，就不需要去走遗产的认证程序哦。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方式，但这个便利的方式不代表你不用缴交美国的遗产税哦。像是美国政府会预设联名账户它是 50% 的持有，也就是说呢，老公持有一半，老婆持有一半。所以如果你的资产是1000万，账户资产是1000万，老公往生了，那当下那个账户的一半的资产就是属于老公的，那就是500万，那这500万就是老公的遗产。虽然老婆可以直接将这个资产给转移走，甚至呢你可以把它领出来汇回台湾，但是呢在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讲，这笔钱是老公的遗产，是应该要缴交美国的遗产税哦。所以就常常有人会去误解他会想说，哎呀，这个钱我那么容易领回来，美国政府又不会发现。对，美国政府不会发现，但不代表说你这个行为是合法的。所以呢，联名账户它是可以让我们继承遗产更加的便利，但不代表说它可以免除遗产税哦。那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去规划遗产税，那我建议大家要去咨询专业的那种跨国的会计师或者是律师，可以评估看看你是否要去使用信托的工具来进行遗产税的规避哦。好了，最后一个 Q&A 就是要由你来进行回复。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以上这6种 ETF 你会选择哪一档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ETF 进行投资呢？ A. 台湾的00646 B. 美国的 SPY、VOO 或者是 IVV C. 爱尔兰的 ETF CSPX 或者是 VUSD。 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的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这是影片精锐哦，我跟你讲，这是很重要啦。看一下有没有录到，有，好，很重要的一部影片。